一年净赚172个亿，毛利率超百度、LV， 代价可能是无数中小商家的权益为燃料。官媒点名批评，黑猫投诉市场骂声不断。携程一个站在所有商家与消费者之间，被人民资讯质疑既收佣金又杀熟客的平台，正在用算法掐住了所有人的脖子。今年7月，郑州多家酒店向市场监管部门实名举报，说携程在后台偷偷修改了他们的价格。郑州市市场监管局调查后发现，携程确实违反了规定，而这已经不是携程第一次出现调价问题了。早在今年6月20日，新华社就爆出过携程的调价助手能强制修改商家定价，商家关不掉、退不出，就算申请关闭，过几天他还能自己跳出来。而消费者这一头，携程也没放过，不少人在平台投诉携程对老用户杀熟，价格波动大，一下单就降价。那问题来了，这个调价助手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携程又为何会与垄断2个字牵上关系？这对于商家、消费者乃至整个行业又意味着什么？咱们先回答第一个问题。所谓的调价助手是内置于携程平台商家版后台的一个程序，这款工具能够自动抓取竞对的价格，对携程平台上的酒店进行调价，以保证价格竞争力。光听介绍还挺贴心，平台帮你监测竞品价格，避免你家房价太高被嫌弃。可是落到实际中，画风却完全变了。据澎湃新闻的报道，多家酒店商家反映，携程调价助手常会自动扫描竞品平台的价格，如果发现对方的价格更低，就会强制下调自己这边的酒店房价，甚至擅自把你的房源放进促销活动，连招呼都不打一声。这个功能如此霸道，商家为啥还忍了这么久？原因绕不开一个词儿：市场占有率。早在2013年，携程就已经成为中国在线旅游市场份额第一的企业。在后面的日子里，携程高歌猛进，注资同城，入股途牛，收购翼龙股权，又与百度换股，拿下去哪儿网。截止到去年，携程在酒旅市场的市占率已经高达56%，稳坐行业龙头宝座，一手捏着大半市场份额，另一手握着这个行业最稀缺、最有利润的东西，最广大的高薪酒店资源。用携程创始人梁建章的话来说，就是拿着高倍望远镜也看不到竞争对手。当业内1半以上的客户都来自携程，你不用它和自断一臂没什么区别。除此以外，携程还有一套特牌、金牌、银牌的分级体系，它将酒店分为3、6、9等，高等级酒店能够获得更多的曝光，但需要承诺独家合作或者接受调价助手强制控价。所以你看，在强大的流量面前，如果商家不选择携程，就等于把超过1半的潜在客户拱手让人。如果不开通深度挂牌合作，就拿不到额外的流量扶持。这不是选不选的问题，而是根本没得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携程确实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。据中国基金报报道，2024年携程全年净营业收入为533亿，净利润为172亿元，同比增长20%和25%，高达81%的毛利率，甚至超过腾讯、阿里。这份进长势头一直持续到今年。上个月月底，携程交出上半年财报，总营收287亿，同比增长21%，净利润91.94亿，同比增长17%，相当于每天能赚5000万。然而另一头的同行们日子却普遍难过。2024年，华住、锦江、华天等多家公司净利润下跌，南航、东航更是连亏。央视网更是一针见血的点评到，一些平台一边携流量引领商家，不断压榨商户的利润空间，一边维持低价形象吸引用户，实则慷他人之慨得流量之力。当产业链上下游都在挣扎，平台却独飞时，携程的高利润到底是凭真本事还是靠压榨产业链其他玩家？想必你也有了答案。可能有人会问，万千商家的投诉，央视屡屡点名，携程为啥还要坚持这一套？原因很有可能是酒旅市场的竞争已经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了。眼下各大城市生活平台纷纷杀进了酒旅赛道，京东喊出酒店3年零佣金，2天吸引了5万家酒店报名，对比携程12%到20%的高佣金，此举无异于降维打击。美团同样对酒旅市场虎视眈眈，在各大平台的围追堵截下，携程不得不用算法控价，强制商家让利，以维持市场份额。当然了，我们也不是说不让平台挣钱，但是问题是它不能把属于商家的定价权变成自己手里的独家筹码。中国反垄断法早就已经规定，平台不得强制商家接受不合理的服务条约或者干预其正常经营。强制低价看似是让消费者从中受益，可实际上这种低价逻辑并不是可持续的。酒店赚不到钱，自然就会降低服务水平，甚至关门倒闭，最后消费者反而面临更少的选择，更差的体验，整个酒旅产业链也会面临崩盘的风险。到那时留下的恐怕只是一地鸡毛。这里是率真财经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财经博主，欢迎大家关注主页，有更多精彩视频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